是啊，在你看来，小三和备胎就是在于有睡没睡的区别，是吗？所以你的心里面其实爱的那个是备胎，不是主胎。都爱博爱，这是你们倡导的价值。不，并不是，我们说的是我最爱我男朋友，爱他，但是我可能也对其他人有好感，对，备胎最爱，然后次爱，然后次爱，对，对不对？问题在于爱可以有一个人，但是喜欢可以喜欢很多个，对不对？喜欢和爱你自己如果没有对，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备胎要爱呢？我爱的是我男朋友，又不是备胎。如果备胎我也爱的话，请问小三和备胎有什么区别？你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没有必要养这个胎，对不对？不，思达，如果照你的说法，小三和备胎只是睡和没睡之间的区别，那么今天一个阳痿的人，他就只有备胎，没有小三，因为他永远都睡不到小三嘛，对不对？对，也许这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即便他阳痿，我也和他在一起，愿意成为他的备胎，这个可悲的地方。对，所以思达，这个时候这个关系不是备胎和主胎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嘛？亲爱的，大郎一死我就跟你在一起，是要奸夫淫妇，这哪里叫备胎呢？不，备胎是什么？备胎是主胎坏了之后，我把备胎换。对，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听我说，或者我认为主胎已经有问题的时候，我不要解决主胎的问题，直接把备胎换上，明白吗？不，如果主胎的问题已经大到不可以修了，那换掉也是很正常嘛。为什么要用一个坏了的主胎？但问题在于区别在哪里？我不会主动戳爆主胎，把我的备胎给换上嘛。对。但是按照你的说法，刚刚你在陈词里面也提到了，我最好是希望主胎问题出的越来越大越好，这样我可以跟备胎在一起。这是什么？这还是西门庆和潘金莲？不对，主胎出现问题之后，我和这个人分手。我镇定，我思前想后，我再考虑新的恋情。为什么在和这个恋情当中，我必须重叠也没有问题啊？重叠的目的是什么？也没有问题啊。一个备胎是我已经认识的人，我和我女朋友分手之后，好的，谢谢，请坐，我们终于从一个严肃的辩论进入到了人身攻击的环节。哎，我太喜欢这样。我就是有一点困惑啊，就是刚才。对，就是你在举例的时候，一会儿2次男朋友2次女朋友，对，2次就是为什么你两边轮胎的规格不一样？就是刚才他们两个就这个针锋相对的，这个机关枪一样的这种互扫。没有，通常我们叫撕。OK， 我们这一期最后选出来的是是 BB King 还是撕逼 King？ 还是很适合这个节目。是刚才这两个人争论的重点就是，对方是阴谋论，他们觉得你们有备胎是你们养好的，然后准备要，然后你们这边立场觉得不可能备胎是自然而然存在，一定是苦心经营才有的嘛，是不是？好，我就是界定一下我们刚才撕的那个过程要撕什么事情。好的，如晶，你请。其实很简单嘛，刚才。我是觉得很简单啦，虽然说得很快，刚才思达讲的是一个养胎的过程嘛。其实所谓的养胎，我真心的觉得，如果他是一个备胎，是不需要养的。我没有一个人会保养自己车的备胎的，我们只会保养自己车的正胎嘛。备胎他自己坏了，他反正都是背着的，就算了吧，对不对？那干嘛去保养呢？所以思达问题很容易解决，但甜甜姐的问题更容易解决。甜甜姐讲的很简单，她说如果你有备胎，你就会拼命耗损你的正胎，因为你有备着嘛，这样你就不用怕去耗损你的备胎，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什么叫做没有第二个选择？如果一个人的一段恋情是没有第二个选择的话，对那一段恋情来讲，其实才是极度危险的。本来我是说好今天绝对不用吃的例子，但是我现在还是想讲一下。跟谁说好？啊，我怎么不知道？我跟我自己说好，因为你们每天都讲我是吃货，本来是想证明一下我不是的。算了，谢谢。讲到哪里？讲到吃货，对我就是一个吃货。那吃货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东西？肯定有。这样我也还是一个挑食的吃货，我不吃牛肉，不吃鱼肉，不吃羊肉，这些都不吃。但是我最爱吃的是鸡肉。这样如果没有鸡肉吃，我把鸡肉当成我最爱而且唯一爱吃的食物的话，如果今天发现没有鸡怎么办？去到一个餐厅没有鸡，那个老板讲我们餐厅不卖鸡，我是想把那个老板给杀掉的，因为他让我没有吃饭的选择了。因为鸡是
是我唯一的最爱，是不是？但是对我来说，怎么可能只爱鸡？没有鸡，开什么玩笑？不吃，换猪喽。我们可以吃猪肉，那是我第2个喜欢的东西。每一个人的选择都有2、3、4、5个选择的。你当初选男朋友的时候，我还没经历过，但是相信你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选男朋友的时候是有3、4个对象的，你在3、4个对象里面选了一个最喜欢的，但其他的是你的第2个选择、第3个选择、第4个选择，那些就是你的备胎啊。指我干嘛？那些就是你的备胎啊，对不对？其他的选择是你的备胎。如果你让我没有其他的选择，这段恋情就很容易走向极端，就好像当初我发现那个餐厅没有鸡那样情况。所以这时候，如果我男朋友打我，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我忍哦。他对我不好，我没有其他选择了，他是我唯一的选择。就好像当初的杨过跟小龙女，小龙女是他唯一的选择，小龙女去世他只有一个雕。雕，医生，你是我真的刚才惊到了。跟我念，狂拽炫酷雕炸天。狂拽炫酷雕炸天，对，我已经学坏了。没有，我没有，我只是拼音比较不好而已，发音。所以你看，社会案件就是这样子来的，他们没有第2个选择，所以他们分手过后，不是推别人下楼，就自己跳下楼。他们不是捅别人一刀，就是捅自己一刀，这就是没有第2选择。所以我们讲可以有最爱，但是不要让它成为你唯一的爱。只有唯一的爱，不让自己有第2个选择、第3个选择，没有备胎，我们很容易走向极端。不可以有没有替代的东西，任何东西要留一个替代的东西。有一句话很简单，叫做“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枝花”，就是说不要，不简单，为什么笑？这句是对的，这是对的，对。我们每一次劝这一些想跳楼、想自杀的人，劝他们这一句话，就告诉你还有很多芳草，让自己有第3、第4个选择，不要走向极端的恋情。谢谢。啊，秋晨，你选择吉西吗？是。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吧，作为一个职业的吃货，一个美食家，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好，你去到一个餐厅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菜单，不知道他们符不符合你的口味。你会不会打包其他店的饮食去那家店？就我带着我的猪肉便当去一个可能会没有鸡的店，对吗？对。对啊，就是这个意思。你就要这样是吧？是啊。你偏要这样是吧？是这样。偏要这样？我怕我饿吗？可以吧？不行吗？秋晨，可以。失败吗？今天咱们说的呢，其实不是说你有备胎应该被判刑，对吧？如果你真的说我就要这样，我偏要这样，而且这家店疼你，你的男朋友拿你没办法，看你养这么多备胎，没问题。你真像如今一样可爱，你干这个事儿没办法。可是这个事儿不应该做一个有礼貌的好孩子，你知道？就好像进一家店门口一样，谈恋爱其实门口也是有一个标志的，叫做其他酒店的饮食不可以打包带进来。不要在店里面吃，但是要准备着。可是这个东西会影响你的心情，它的味道会影响你的味觉，它会影响你品尝这道美食。爱情是应该好好享受的，你在这个时候分心一点点都是不对的。还是养胎嘛，不用养啊，就那肉给它坏，但是就是要备着，避免饿。你就是饿嘛！得啊，没问题。他们两个一个是选择吃，一个是选择以被饿死。其实秋晨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最好吃。对，我们讲的它最好吃，当然有最好吃的状态，最好的寿司，我会品尝最好的寿司。但万一它完全没有寿司，或是没有鸡肉寿司的时候，你可以离开这家店，去另外一家店。鸡肉寿司，你要把日本人气死。好了，明白了。累死我了！你是想吃顿好饭，他是怕被饿死，大概是这么个逻辑啊，好吧？明白好。正方3位都完了，反方
啊，你现在还有力气吗？拖着我的病躯啊！好，他每次七夕都碰到无法沟通的对象。他是不生孩子，跟有没有钱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买那个锅的时候，我还可以买一条裙子。跟他说不清楚。好，没事儿，没事儿。那其实呢，今天跟对方很简单，大家看出来了哈。最大一个分野，什么叫做备胎？他们说，只要那个人喜欢你，那个人就自动成为你的备胎。可是，轮胎厂里那么多轮胎，你也是可以用的，每一个轮胎都是你家的备胎呀。不，你家后盖箱里面那个备胎，才是你的备胎。为什么这么说？你怎么样对待你自己的备胎的？你怎么样对待？你通常把它买回家是要花钱的，所以这个人不管他是不是以前喜欢你，你要长期维系他这样的喜欢，你也是要花功夫的。你怎么对待你汽车的备胎？那当然很简单，你刚才也说了，买回来往那个后盖箱里面放，让它蒙尘，让它暗无天日，3个月不理它，拿出来吹一口气就能用。可是你对人类的备胎，你能这样？哪一个人类愿意被你压箱底那么长的时间拿出来吹口气就可以用啊？除非你说的备胎啊，翻野啊，翻野可以，可以啊。是充气娃娃。对了，充气娃娃。对了，所以经营一个备胎，人类的备胎，我们不是说汽车的备胎，你是一定要花功夫的。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养胎，这是个技术活，是要花费功夫，会很累的。所以它会让你的恋爱成本更高，风险更大。以前呢，你可能吃1个人的醋，那现在你可能要吃2个人的醋。以前你只要维系1段关系就可以了，现在你要维系2段，甚至3段、4段、7、8段关系，而且他们这些关系之间是互斥的。你一个不小心啊，所有人都跟你跑光，一个胎都没有，得不偿失啊。所以我给大家的解决方案非常的简单，不要害怕。有什么好怕的呢？不就是一个短短的或者长长的空窗期吗？会死吗？你们有谁是生出来的时候就自带伴侣的？谁没有单身过10几年啊？以前怎么过，现在就他怎么过，有什么好找备胎的？而且啊，那些真的害怕单身的人，哎呀，我是病躯啊，能不起？那些真的很害怕单身，一点点空窗期都不能忍受，一定要备胎立刻顶上那些人啊，其实活得很可悲。你想想看，他所有的肯定都来自于其他人，他所有的陪伴，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特别的孤单。他心里面有个巨大的空洞，一定要别人去填补。可是爱情不是补窟窿啊！各位，你要知道，有了这个备胎之后，其实你的生活一点都不会变好，而你只要放下你对分手、对空窗的这份恐惧，其实你会过得更好。用那些时间，用你养胎的那些时间，去陪伴那些你曾经因为恋爱而疏远的家人和朋友，用你养胎的这些经历去追寻那些你因为恋爱可能不小心一时半会儿放下来的梦想和兴趣。到时候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人在下一个转角处遇到一个更加好的陪伴你的人。谢谢。好。经过双方选手6轮胎动之后，我们现在进入自由打胎环节。谁先说？来，陈明。就听到这里，因为我是这个室外的角度嘛，就我一直在后排的角度，我听得很清楚，对方是一种把每天都当成末日来相爱的价值观，是一条不留退路的价值观，是一条每一次都燃尽全身的爱情观。所有的路如果不留退路，真的走到最后，有的时候你很难避免粉身碎骨、焚身的那一刻。备胎这件事伤害谁了？我想不明白。我老婆身边有很多很优秀的男性，也非常喜欢她。我有时候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他们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他的身上很多时候就能真真切切实实的照到我真正做的不好的地方，这才是我未来修正自己的方向。而站在我老婆的角度，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我老婆来讲是一个空间，是一方净土。爱情有的时候不给上，我知道甜甜你那种价值观，你这种爱情观，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他们是没有余地的，是没有空间的，是彻彻底底生命与生命的融合。为什么说他不留退路？就是在爱情中总有磕磕碰碰，
琪琪，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我也会发脾气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矛盾冲突，但是那些备胎的在，他心里那些预留的小空间在，我知道他有那些空间，我也愿意留给他空间，这是我们感情的缓冲带。而对于真正的那些备胎而言，我们俩不过是给予他们去爱一个人的自由。他要的就是一份自由啊。如果说备胎这件事情在这个感情当中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对他说不。关键你太太也那么认为吗？如果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告诉你，我经常有时候会跟我太太聊啊，然后他就对我说会，比如说你到底你对他喜不喜欢嘛？对呀，他说其实有好感的。好感的。如果是你要对我不好的，我可以跟你离婚，跟他结婚的。他会这样讲的。他会这么说的吗？对，他说你要对我好一点的，所以我就会对他好啊。这有什么问题呢？特别简单一个东西来验证你讲的对不对。把他和他老婆的角色调换一下，想想，大家想想，是不是？来，你在学校里也肯定有很多仰慕者，我们知道陈明老师在学校有很多仰慕者。很多仰慕者，对，知道。你老婆问你，那些人是你的备胎吗？我老婆问过。你敢说？我老婆问过，她问的时候我是这么讲的。我说如果你非要告诉我一辈子当中一个男人爱且仅爱一个人，这是不可能的。直接回答问题，那些仰慕者是不是你备胎？你老婆问你，那些人是不是你备胎？说。他们身上有很多我感兴趣的地方。说。是不是？是不是？爱情当中，爱情从来不是怕备胎，爱情只是怕失衡。爱情不是怕一个人有备胎，爱情只是怕一个人有而一个人没有。一个平衡的爱情才是稳定的爱情。好，没问题。客观来讲啊，三角恋才是最好的恋爱，对，不三角最稳定管结构。不，请坐。好，我先坐。我来补一下，我来补吧。我们先解决一下我们这边价值观过分奔放的问题。其实啊，我们并不是说要同时展开很多角关系。我们这一方真正的立场是什么？是你想做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美食家，想要吃世界上最好吃的餐厅，想要爱你最想爱的那个人，有时候他需要排队。什么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一眼就看上的那个人，你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个人，他有伴侣，他情字一关过不去，别家餐厅吃不下，怎么办？排队等号了。你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隔壁麦当劳没空吗？7-Eleven 吃个三明治，今天晚上会死吗？你不是老老实实在那里等位？因为这家餐厅我最爱，所以我们这边倡导的一点都不是混乱的、疯狂的、多元的那种所谓的多角关系，不是，是当人生有一瞬间，你他妈就是想不开的时候，我就得吃一家餐厅的时候，我要不要等位？然后我在等位的时候，我害了谁？我没有进去抢位，我没有准备上去做小三。然后有的时候你会着急，你最着急的时候会问什么？我前面还有几张台。这种人有什么可抨击的？花溪。好，薇薇姐，你们误会了，我们从来没有攻击备胎。备胎任何人都有爱的卑微的时候，我们攻击的是那个明知道你是我的备胎，我还反复给你信号，并且永远不让你上位的人。什么意思？你在等你的位置，但是我就告诉你，你前面有一个了，等着不要走。然后你刚想走的时候，别走，前面就有一个了。这种店我们抨击的是不良商家，而不是你这个等位的人。对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为什么不要留备胎。讲一个最悲惨的备胎的故事，刚 girl 消失的爱人，死在床上的那个人是他的万年备胎，说明什么？他从来没有把你当人看，你就是他过渡时期的一块跳板。备胎这个词，它从它的字面意义上来看，就是把你物化，把你当成一个东西在用。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人呢？有没有把你当成一个会痛会哭会闹的人呢？没有吧。他永远给你一个可能上位，可能马上就要吃到你最爱的饭的那个希望，但是从来不让你这个希望落实。这个过程是对你感情的折磨，所以我说这种人是人渣，而不是批评你太犯贱。
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立场站在一个什么地方？问题出现去解决问题，能陪你跑一路的胎就陪你跑一路，能补补的就补补，不要说换就换。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爱情当中最需要的，而不是换人的能力。漂亮，漂亮。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想的不要是去逃避，不要去更换，而是弥补你们的关系。对。方妮，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有备胎这种东西存在呢？我们每个人都会看韩剧，韩剧里边有一种角色一定会有，就是万能的男2号，他非常完美，然后非常英俊，非常有钱，满足你所有需求，符合一切世俗标准，但他恰恰不是女主角会选择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他符合女主角所有的他所需要的，但并不是他所想要的。男1号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人。备胎越优秀，越衬托出你所爱的人更优秀、更完美。正是有备胎那套参照，你才会发现自己内心真正的需求。我想这才是备胎在存在的意义。我其实还有一个事儿，但是现在没想好说不说。那你想想。我现在觉得我正在做一个备胎，然后我好说吧，这个是可以说了。我觉得我正在做一个备胎，然后我觉得我有点心疼自己，但是没有办法，就像樊爷所说的，当一个人那么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光芒万丈，你根本不在乎他现在有没有什么别的，反正我也不和他发生什么关系，喜欢他就够了嘛。哪天就神仙天使眷顾我了，照耀到我身上了，我就从地上作为一个小蘑菇，就是破土而出，发展成参天大树了。期待着有这样的一天。他是你的备胎吗？但是不，反正也不是吗？但是吓死我了。但是我不希望他这样做，我不希望他要我这个备胎，我希望他老老实实给我一个答案。现在你到底是拿我当一个朋友，还是未来某天真的会和我在一起？我不想一直围在你身边，陪着你这辆行驶的车，作为一个孤独的备胎，跟着一起转。就这样。好吧，我们听听双方团长。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经常飞蛾扑火。但我投进去了以后，这个爱情结束了以后没问题，我清醒说，哎呀，我学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有备胎的人，他永远在爱情不会毕业的，他永在小学1年级、2年级转来转去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投入过。说我觉得用备胎、用车来比都不是特别准确。爱情是个特殊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你的责任心，很多人都不负这个责任的。爱情是双方一定要付出才会产生爱情。如果是我算好了。咱走着看，如果不行，我那边还有的话，我觉得这不是爱情，这只是过程。你的情感需要填个空而已。开始的时候，议长大人问我站在哪一边的时候，我说我站在这一边。当时我跟马东开个玩笑说我的良心就这么一点点，这个纯粹是玩笑话。我认为这件事情跟良心大小没有关系。我认为那一边的辩友把这边的人高估了，也妖魔化了。就你们把他们讲得像爱情里面的诸葛亮一样，算来算去，然后这边这支部队不成，那支部队过去打，然后这边打不过了，那边再补上，这不是这么回事。我之所以有勇气站在这边，是因为谈恋爱的人很脆弱，世界上的人应该温柔相待。你要拒绝爱这件事情，对于爱你的人很残忍。所以呢，我读《红楼梦》的时候啊，我没有判断过说贾宝玉跟林黛玉跟薛宝钗谁对谁错。我们读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故事很动人，人生几乎如此，充满无可奈何。我们不觉得他娶了薛宝钗对或错，舍弃林黛玉对或错，我们就知道爱情就是这么回事情。大家在里面盲目的生存，找一条生路。什么是备胎呢？备胎无非就是在我要谈恋爱那个当下，没有赶上那个巧合的时刻，所以我没跟他恋爱。可是他身上具有一些品质是我喜欢的。爱的力量这么庞大，爱又这么盲目，爱是盲目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在座2队的人全部都同意。当你是在一个盲目的状况中摸索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知道说我是诸葛亮，老子抓住现在这个就是对的，是正胎，剩下的人呢都不值得爱？我们就是犹豫不决，我们就是觉得，哎，薛宝钗我也爱，林黛玉我也爱，我怎么办呢？我此刻跟薛宝钗在一起，可是我还是怀念林黛玉的。所以我是出于恋爱中的人是脆弱的人，是摸索的人，而觉得恋爱中可以容许备胎的存在。那大家不要把说可以的人当成是妖怪，当成是计谋甚高的谋略家来看待。我认为，如果我们对爱的脆弱跟世人的温柔都有期待的话，备胎是我对这个事情的解释而已。所以我们不是站在得意的立场说有备胎好厉害，我们的立场是，我就是拒绝不了这些可能存在的爱。谈恋爱为什么要投入呢？我曾经为了我第一个爱情放弃了舞蹈，我都从纽约放弃纽约，到那个德克萨斯去了。我当牛仔，跟着陪一个牛仔放牛放了3个月，你能想象吗？以前在国内看大片看太多了，就觉得你要找个牛仔。对，完真去找了个牛仔，找了个牛仔完全不那么回事儿。但是那3个月完全就是投入进去了，回来以后就遍体鳞伤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谈爱情的时候真是不需要备胎，因为你要投入，你才能感受到。如果你永远有个那个地方在那儿的话，你觉得你的投入度会打折扣的。这是，而且我很多有备胎的人，我觉得还是惧怕孤独的人。我不怕孤独，而且我觉得孤独是个很有质感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能享受孤独，能有孤独成为朋友的话，我告诉你，3年、10年都没问题。哎，别！丁老师这个刚刚讲的真的很有趣啊。那我再讲补一个小点就好了，就是我认为那个既然是备胎啊，他随时可以走的，他不应该被困住啊。所以没有养胎这件事。对，就是当我们的车胎爆掉，我们换一个轮胎的时候，那个备胎坏掉了，我们换上去才发现，我们也要认命。就是备胎有备胎的生活方式。所以不管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人自认当过备胎，我们都设过一个停损点，就是我等你3个月吧，我等你1年吧，我等你到你结婚吧。我们会自己设定一个停损点，然后到那个停损点，我们知道我们吃不消了，我们这个备胎就走开了，就消失不见。所以当你有一天打开你的后车厢，发现哎备胎跑了，那你也要认命。就是我不觉得这边的人是邪恶到说我养胎，你不能走，不是，这些备胎各自是自由的人，他们走了就走了。所以备胎有备胎的哲学，我们也不用把备胎想成是自我委屈到完全没有人格存在的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奇葩说》这个节目选择题目的一个标准，就是能够带入所有人生活当中的矛盾或者所思所想。我们备胎的这个话题，没办法，辩论就是这样，你要不极端化，辩什么呢？所以你就要选择立场。但是大家会发现，无论是金老师还是蔡老师，关于备胎的话题所说的这种生活状况，在生活里是同时存在的。所以其实辩论虽然各有立场，但是特别好玩，就是他能用他们的智慧给我们特别多的刺激，让我们站在这儿的时候去想想，哎，其实我也那样。然后站在那儿的时候想想，其实我也这样。也许这就是一个说话节目的说话之道，它就超越了他辩论的那一部分。但是我所说的这些都没用，因为我只听我女神的结论，对吧？来吧，李岩小姐。耳朵老师，你刚才讲的其实也是我想讲的，这是我唯一一次没有正方反方立场的一次很纠结的回答。因为很多的事情可以讨论，但爱情是没得讨论的。爱情有简单的，有复杂的。我们想一下，在最简单美好的爱情，现在大家很喜欢的一句诗：“选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讲的里面有2个一，强调的是爱的唯一性。爱情又是复杂的，是情绪很难控制的，所以怎么办呢？你不要觉得备胎有多可怜，有的时候就像蔡康永老师说的，备胎是有他自己的人格，有他自己的生活的。他可能对你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等了你10年，但那10年他其实也没闲着。这备胎这么多年，他可能也在自己还在找
找各种合适的对象。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不要歧视备胎，因为人人皆为备胎。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你是我的备胎的时候，刚好我也是你的备胎。对对对，我们互为备胎，或者实在没有备胎的时候，仰望星空，发现上面有银备胎。大数据的时代，多么壮观！我们现场100位观众，根据您个人的观点，我们选择一个立场，是你更愿意被说服的立场吧，好吗？红蓝键，请选择。那个刘岩，劳驾你帮我，这几个字我不太认识，请帮我念一下。喝了才能愉快聊天的雅哈咖啡，感谢。谢谢。我们要感谢狂拽炫酷雕炸天的东风标致308S 赞助奇葩说，谢谢。这个节目是个辩论节目，本来大家都特严肃，但是发现其实在这个节目里最受欢迎的是一帮豆腐，所以感谢我们的一个赞助商，一吃就变豆腐的 MM 豆。来，我们看看本场结果。哇，不是吧？只有一个人被说动吗？1票之差，也是正方获胜。备胎其实它不是奸夫淫妇，也不是小三，备胎的准入门槛，它的行业资格是非常低的。我们哪个人没有谈过一个爱情大过于自尊的恋爱？这是我们爱情上必经之路。就好像当初的杨过跟小龙女，小龙女是他唯一的选择，小龙女去世啊，只有一个雕。栏目组的酷刑正在等着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姜思达、秋晨、范甜甜当中啊，谁会是走进刑讯室的那个人呢？来，请亮题板。红龙姐姐还是秋晨和范甜甜。我知道是我。好的，现在要选择的是正方3位当中，我们这么说吧，在他们3位的发言当中，到底是谁起了决定性作用，导致他们本场居然赢得了1票，忒丢人。好，蔡团长，为什么这个人该得奖？这个人在进入决赛之前呢，用了一些特别的方式诉说自己的故事。那我当时认为这一招走不久，结果再来一趟还是生效，我非常讶异。所以呢，我觉得不可以小看这个人。您的理由找完了吗？找完了，找完了。好，那个柳岩是为什么？就是会让我很感动，这个人让我很感动。您呢？我觉得爱情和面包，你总得给一个吧？对，没爱情你还不给面包啊？哇，来，我们看一看面包到底给谁吃。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参与话题互动，和全世界的深井病做朋友。微信添加爱奇艺奇葩说订阅号，每天推送纯干货，喂饱你。强烈建议到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吧写下长篇大论，洋洋洒洒任你喷。解放奇葩就在慢都慢不下来的爱奇艺视频。来，我们看一看面包到底给谁吃啊？蔡团长选择的是那个野人，然后我先看金星姐的。完了，你干嘛？因为我选了2个人。备胎选吗？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实在让我很感动。备胎也有出现的时候，对，我郑重其事的，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把我们的10万抗饿基金送给如今宝贝。如果他是一
个备胎是不需要养的，今天绝对不用吃的例子。但是我最爱吃的是鸡。有人受刑，有人吃饭，但是这一切都不如有范儿。对，有吃有喝不如有范儿。谢谢时尚 APP 有范儿冠名赞助《奇葩说》，下期节目再见。扛了基金拿了过后，当然是去买好吃的。其实屈臣七夕的时候是点对点很犀利的在打我的点，所以我觉得用一个绕点的方式浪费他的七夕环节是最好的办法。我觉得要通过奇袭去占到对方的便宜，主动的那方真的太吃亏了。奇袭可以使人显露真的个性，有一些辩手在申论的时候显得很温柔或者镇定，可是一被奇袭的时候，就会爆发出自己真正的个性出来。我觉得我的路线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路线，因为其实你让我特别去很综艺的说一个事情，我并不是那样。然后，恋爱中要不要有备胎？你是24小时随叫随到的 ATM 机，专治寂寞无聊的真人版大白，女神男神的交配对象冷淡，你要当他们发泄情绪吐苦水的马桶，女神男神分手后空虚缺爱，你要把他们捧在手上虔诚供养。但这一切的背后，上位的永远不是你，啪啪啪的永远不是你。没错，你就是备胎。卡西莫多虽然长得丑，但他智商低呀，他用生命证明了自己是个质量过关的好备胎。武大郎虽然长得矮，但他智商低呀，他本来不是备胎，但最后也被备胎。灌篮高手告诉我们，即使你是主角，即使你还留着一头浪骚的红发，但主角光环也扛不过备胎光环。有备胎都是自己的选择，有你就多了个智能异性恋机器人茶派，没有你能更坦然无愧地面对一份感情。那恋爱中到底要不要有备胎呢？当过备胎，你若安好我，备胎到老。普遍选拔重点培养呗，这样。我觉得当然要找备胎啊，因为你看像我这种人，如果我不找，我就会变成别人的备胎。一个男人已经够烦了，能不能给我打马赛克？谁光着脚买新鞋？备胎一定要有呀。因为人一辈子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呀。如果这个男的，你现在这男的不靠谱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如果他很对你实心实意，然后可以奔着结婚的话，我觉得就不需要了吧。不想有空窗期呗。天哪，这怎么打法？完蛋了，因为有问题吗？没有，因为他们3个人都是比较柔弱型的，就是都是可爱型的。然后我们如果攻击性过强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我们欺负他，所以这一段一定要录上，一定要录上，而且一定要给我剪出来。这样的，我们觉得其实今天嘛，万一我们开始掉票了，也不用怕，因为反正也在。我们每开始掉票的时候，他就解开一根纽扣。我觉得我已经解的已经没有什么扣子可以解了。还有七夕呢？对，七夕怎么办？七夕啊，对啊。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等到他们3遍讲完的时候，我们就发动七夕。发动七夕的时候，3遍应该是颜如晶同学。哎，你觉得他会说什么吃的段子？我今天绝对不会说吃的。好，今天换一下，我们说喝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来，说到喝的，大家一起来喝一杯呀。好，题目出来了，恋爱中要不要有备胎？我要先跟柳岩讨论一下。柳岩，你心中的备胎是什么样的人？备胎就是备着以后肯定会用的吧？以后肯定会用。那么这之前用过没有？就没用过，没用过，因为是备着的嘛。对，就像那车轱辘后面那个备胎似的，它就是备着，它有可能永远也不可能下地，但是它有一天要用，就可能要用。所以它是个新胎。对，备胎应该是新胎，备胎是新胎，备胎肯定不是旧胎。也就是，所以备胎不是小三儿，不是小三儿，而且不能而且它没有攻击性，它没有侵略性。所以有几个边界，第一是它不是小三儿，你不能跟他有任何关系，或者不能有过任何关系，它是新胎，一条新胎。第二是它跟你是一种暧昧，但并不能介入你的生活，是这意思吗？就反正直接讲不能有肉体的关系，因为那就是你怎么出轨了。直接啊？这我们的节目不就是直接的吗？要不然又说我是绿茶。你下期还来吗？你干脆跟他们一起来吧。对，就是好，我们基本上界定清楚了备胎。我们辩论双方，我们2位团长对备胎这个事儿，因为你们的年纪，我没办法。作为90后，我只能提醒你们一下备胎是什么，是吧？有没有人不了解备胎是什么的？我跟柳岩刚才已经给大家解释清楚了。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全场100位观众，请选择你们的立场。红键正方，蓝键反方，请选择。
第2阶段大混战。比赛进入第2阶段，16名奇葩任意组合大混战，双方胜负仍由观众跑票数量决定。比赛结束时，团长从胜出一方选出1名最讨人喜欢的奇葩，授予本场 BB King 称号。失败的一方将面对精神和肉体的残酷惩罚。累计获得 BB King 次数最多的奇葩进入决赛。真的假的？你的选择不被记录在案，我们也没有办法根据这个给你家里面发去一封邮件，所以请摸着良心，真实的做一个选择。马东啊，哎，我怀疑观众当中有情侣档一起来的，有压力，有。哎，这个观众当中情侣一起来的，请举举手。有夫妻啊，夫妻来的有啊。夫妻来的，哎，请你们俩坐开一下，这个，对。因为反正这期节目完了以后，你们也会分手的。好，我们观众选择完了，67位观众选择不要备胎。2位团长做什么选择呢？可简单，我肯定是不要备胎的。因为我的经验，我这么多年谈了这么多恋爱，从来没有备胎的。我每次爱情我都是飞蛾扑火，完我又涅槃重生。你是不是备胎？你是烧胎烧得太厉害了，就是啊，根本不需要备，把它胎全给烧没了。快速磨平，你是，所以新胎对你来说也不太经用，大概是这个意思。好，那个，所以金星老师选择的是不要备胎，不要备胎，反方。蔡团长呢？那我就跟他作对，我要备胎。我们摸着良心说话，我们摸着良心说话。要，我的良心就这么点儿。我有时让着我了，每次我自己选了，他就让着我。本来其实跟我观点一样，他就跑那边去了。你是个母亲，你还要教育孩子，所以你3观要正一点。好，那我们现场6位选手坐在前排的6位哈，自然选择是吧？没有栏目组的人拿枪拿刀逼着你们选择了这个立场，我能这么说吗？颜如晶，你有没有搞错地方？颜如晶，你还没装轮胎呢，你就要备胎。得跟大家瞎起什么哄啊你？对呀，你见过一个没出厂的车先生产备胎的吗？好吧，你真心的要在这边吗？好的，来，既然双方的自然选择没有任何胁迫，我们也就放心了。让我们开始这一轮的辩论。首先是正方只有33票，所以更具攻击性。谁先说？我先吧。我们讨论今天这个题目之前，大家这么多人为什么觉得不要备胎？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备胎这个定义不是特别的清楚。我们摸着自己的良心，也就是左胸的位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谈完恋爱之后，我可不可以有异性朋友？应该是可以的吧？这什么年代了？那第二，这些异性朋友里面，能不能有一些我觉得还挺顺眼的？这也很正常。我看他不顺眼，我怎么可能跟他做朋友，对不对？我这人不可能口味刁钻到我女朋友是林志玲，但是我其他女性朋友全部都是凤姐，这很奇怪嘛。那 OK， 第3点，这些我看起来还蛮顺眼的异性朋友里面，允不允许他们对我也挺有好感的？这件事情你管不着，你看到没有？如果这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是的话，那这个你还挺喜欢，他也对你挺有好感的人是什么？就是备胎咯。所以备胎其实它不是奸夫淫妇，也不是小三，备胎的准入门槛，他的行业资格是非常低的。什么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是如果我没有跟现任在一起的话，我会去搞不好考虑一下跟他在一起试试看的。如果你环顾你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那你为人未免有点太失败吧？居然奇葩到除了你男朋友，没有人喜欢你。OK， 那不准有备胎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我今天不允许你对其他人有好感，我也不允许别人对你有好感，所以会怎么样？你的朋友圈里面异性朋友除了我，其他人都要是歪瓜裂枣。你跟吴彦祖谈了恋爱，你剩下来的男性朋友选择范围大概就只有王宝强。如果你跟王宝强谈了恋爱，你不能有男性朋友，你懂吗？我们会希望你是白雪公主，什么意思？你的男性朋友除了白马王子，就只有7个小矮人，差距非常悬殊。但是大家看见了没有？在你极力去排斥备胎，要求对方不可以跟任何有好感的人产生接触的时候，你实际上要求什么？你的伴侣必须对他每谈一次恋爱，就对他朋友圈做出一次大清洗。
曾经相熟相知过的那些朋友啊，什么同事呀、学姐啊、学妹啊，不好意思，从我谈恋爱的那天开始，你们当我已经死掉了好了。我最好是从此浪迹天涯，居无定所，这样子不会跟任何人产生长久的感情接触，这样的最安全。可是大家想清楚一件事情，我谈恋爱跟你在一起是为什么？是因为你是我众多选择对象中挑到最好的那一个，而不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选择对象。而当你要求我斩尽所有的备胎，只能你是唯一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自己否认自己的优秀，你知道吗？你要我为了你这一棵树砍尽整片森林，可是你不愿意相信你是我茫茫林海中精心挑选的那一颗。你要我为了你这一滴水淘干所有的海洋，可是你拒绝相信你是我弱水三千里面情有独钟的那一瓢。这又是何必呢？对不对？这个世界上的爱有很多种。好的爱能够让你透过对方去看到整个世界，但是不好的爱是怎么样的？是给了你整个世界，到最后只剩下了一张双人床。我们没有必要活得这么狭隘。备胎其实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我们平常心对待就好。谢谢。哇！胡天乙刚才咔，这个逻辑非常之严密哈。我们看看反方谁先来？太严密了，开玩笑。你说我说他。首先第一点要讲了啊，我非常恨这个辩题。今天讨论这个辩题是为什么呢？要不要有备胎？开玩笑，我们这种连正胎也没有，真的是。你们有没有怪胎？你们这种还跟我说要不要有备胎，这叫浪费资源，你知道吗？好，回归正题。好，什么车才需要备胎啊？破车。什么人需要备选？烂人。而且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部车它为什么有备胎，它没有备大头灯，它没有备方向盘，它什么都备，只备备胎呢？因为那个胎的危险系数最高，对不对？容易爆。你的伴侣是多容易爆啊，充气的。最近有些感悟，就其实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谈恋爱了，突然来这个题，我一下有点。有多久？有3年没谈恋爱了，空窗了3年，所以还要再说一点啊，就3年也没什么嘛，对吧？啊，咱们继续。该堵的堵住了。前2天刚刚查了卵巢排卵量好的很的，告诉你，老子棒着呢。是块绝对不是盐碱地，我告诉大家。没见过老子能排卵的。来跟我这块田，我觉得让你轻轻松松的上路，你们放心啊。好，我们来谈个耗损量的问题。很多人为什么我们说不要有备胎？当你有了备胎之后，你很多思想就会产生了变化。就像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没有第2次选择了。我死的话，我就真死了。我的哈利路亚，我要见上帝去了，是不是？但是如果我知道我有第2次活下去的机会的话，我会怎么样？打个比方，我要有备胎了，是不是？那我就开这个踩刹车，拼死老命的踩啊！我要这耗损量算什么呀？好好的耗，给我好好的开。放心好了，你磨坏了，抓地力不差了，我把你换了，我还有个备胎。谈恋爱道理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我跟我男朋友吵架了，我有备胎呀，我怕什么呀？我可以拼着老命的吵，我告诉你，我就看你能不能忍受我，看你到底有多爱我。你不够爱我，能给我忍着。你走就好了，拉倒，才能老子有备胎，我告诉你，有本事你走呀你走。但是我现在没有备胎了，我只有正胎一个，他要真走了，老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婚呢。哎呀，我的天哪，终于有人出现了，我得好好珍惜他，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耗损量的问题。当你有了备胎之后，你的耗损量会增加很多，因为你不担心了，不担心他会报废了，不担心他会离开你了。这种爱情的态度是不正确的。第二，我要讲一件事情。提醒这各位在电视机前做备胎的，还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不得了，我好伟大。为了爱情，我默默的守候，我活好还不粘人。你男朋友出现了，老子还得让，是不是？给你打电话，哎，不说了，我男朋友回来了啊，就这样，啪，一个人默默的流泪，发2个信息，么么哒，傻不傻呀？你说？哦，你爱他，他爱他，你说他瞎你也瞎，你俩大傻叉。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做别人世界里的备胎。像我是拍戏的，我是个演员，我要做女主角，看着我的脸都像配角，是不是？但是告诉你，有一天我就能做成女主角。还有那些电视机前的特别棒的备胎们，别找他们那些烂人啊，来找范甜甜做我世界里的真胎。谢谢大家。哇，甜甜太精彩了，尤其是要当女主角的这个，真的是哎呀，看得我这个眼泪都下来了，真是太好了。这个我特别同情那个导演，真的啊，真的是他瞎你也瞎，你俩打。好吧，我觉得。我觉得对这样的这么一个烧胎的人，咱们也别打断，来继续吧，谁来？那下一个前来送死啊！我。接在甜甜姐后面压力特别大啊，但是那个我就接着你说这个备胎之路吧，我从备胎的角度来说一下这个问题。你也当过备胎啊？对。我当过备胎，我当过备胎。哦，什么车？特好的一辆车啊，好车。然后我想说的是，我不觉得我傻，也不觉得我瞎，但是我当时做备胎做的还挺开心的。中国好备胎嘛？对，刚刚那个视频里面有说，很多人觉得有备胎对备胎很不公平，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关系还行我一直都挺喜欢他的，但是我没有跟他说过我喜欢他，是因为我觉得说了之后就会破坏我们的友谊。但随着时间推移呢，也就很正常，她交了一个男朋友。可是我还是喜欢他，因为这个感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我能控制就是我不去破坏你现在的感情，我不去做你的小三，但是我没办法控制我对你的喜欢，我就是放不下你。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曾经是好朋友，甚至有点暧昧，然后我特别喜欢你，所以你要跟我划清界限，你说我不再能跟你做朋友了。我不要你当备胎，这对于我来说非常残忍，因为我需要时间来放下你。我很感谢他当时让我做他的备胎，我特别感谢他，因为我觉得在那段时间做了他的备胎，完成了我对他在爱情上的寄托和渴望。然后《Hunger Game》饥饿游戏里面有一句话叫 "Hope is a powerful thing"， 就是希望是一个非常有力量的东西。其实人活着就是一个盼头，一个念想。一小部分的我自己，我是觉得有一天我可能会跟他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盼头支撑我过了那段时间，而且这个时间，我现在回头看是甜蜜的，我当时也挺开心的。你可能会说这样的爱情很嗟来之食，很贱，那我能说的就是我当时就是贱，特别贱，随叫随到。但是大家没见过吗？大家没见过吗？我觉得每个人都见过。对不对？而且我们哪个人没有谈过一个爱情大过于自尊的恋爱？这是我们爱情上必经之路。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公平，一个愿打愿挨的事情。而且作为一个备胎，咱们都做过Deep down， 内心深处其实我们都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其实他不太会跟我们在一起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备胎。我知道他不会跟我在一起，但这不重要，因为我知道你能给我的不多，但是你能给我的那一点我都要，对不对？因为我就希望你不要让我离开你，你让我在你的生命里，我就想默默喜欢你，我想看着你。就像那些年里面有句台词叫“请你，拜托你不要现在拒绝我，请让我继续喜欢你”，就这样。行，他想过不去，他想过不去。应该是技术问题吧。一个女孩子听到这样的骚浪贱的表达之后对，她咬自己的下嘴唇，这个是什么？你咬一个。一般就是小鹿乱撞。我跟你讲，她刚才在说话的时候，那个前排。一个穿黄衣服的，现在正在低头看手机的女孩，一直咬嘴唇，一直在咬下嘴唇。来，我们摄像老师给她一个称。她肯定是激动了，一直在咬下嘴唇，这是咬完左边咬右边。政府好久了，樊也给我们分析了一下他作为备胎的心路历程。
我非常的感动，然后我也关你什么事儿？我也非常的心疼。我知道他获得这么多票，其实大家是为他而心疼的。如果你的那位不把你作为他的备胎，你成为了他的正室，这该有多好，是不是？这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但我还是很心疼你，所以我选择叛变。我选择叛变。真的吗？对啊，我选择了叛变。我太被他们打动了。你讲，你为什么要挡住我的镜头？来嘛，像我们这样比较自信的名媛，一般不甘于寂寞，所以我们需要爱情的滋润。但是我们道德又非常的高尚，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做劈腿的事情。这个时候，备胎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但是我们4位名媛告诉大家要有备胎，这只是个世界观，还没有给大家方法论。方法论是什么？我们要养胎。什么叫做养胎？你要让那些备胎们认为朋友有余，恋人未满。具体来讲，我可以跟你们在座各位说晚安，我要跟我备胎们说什么？说我睡不着。我可以跟你说我最近又胖了，但是我要跟我备胎说什么？我还是有点饿，对不对？我可以跟你们说家里面比较忙了，我跟备胎说什么？说他这周应该是回不来。对吧？这是我们养胎的一个过程，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永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原则的人，绝对不会和备胎上床。我们不和备胎上床，但是要让备胎误以为能和我到地老天荒，对不对？所以，哎呀，你们对面实在是非常的2位蠢货，你们居然选择不要备胎，我实在是无法理解这种心境。你不要过于埋怨我嘛。我们虽然身在曹营，我们心在齐楚燕赵韩魏秦，不过这无所谓，对不对？因为我们要活得名媛一点。但就在这条通往名媛之路上，我发现了一些什么？我必须不得不抛弃一些曾经的束缚我的所谓的传统的观念、古老的观念，因为他们阻挡着我。感情里面出现了问题，最好不要解决。我甚至巴不得这个感情里面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大，好给我1号备胎以新的希望，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当我们养胎的时候，伤的是谁？好，你就是你那位同学，你作为我的女朋友，你知道了我经营备胎的这些心事之后，你还会那么爱我吗？你不会，对不对？你不会，你抓紧走，因为我还有很多备胎等着我去爱。你会，那你太可悲了。但是请各位放心，备胎的这一说，我永远不会让你们作为我男朋友或女朋友的人知道，我永远不会告诉你们的。这些东西你已经在我枕边睡着，而他们都是我以上日日夜夜思前想后经营的爱情成功学。所以我会动用一切奇技淫巧，让你对此一无所知。睡吧，我的宝贝儿。你又回来了是吗？他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站在对方。他就是过去，他就是过来污蔑一下这边的人，再回去是吧？来泼脏水的。有齐溪吗？有齐溪吗？来，这个胡天宇，这个齐溪，姜思达请起立，对。